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药老从萧炎手上的戒指中飘出来，一把握住萧炎的脉门，片刻后，眼中涌上一抹杀意。萧炎遭受了摘心老鬼倾尽全力的一掌，此时他体内的经脉尽碎，骨骼断了将近70%。小医仙听到药老的话，脸上惨无人色，紫妍一把扶住他摇摇欲坠的娇躯。看到药老一副要去找魂殿报仇的样子，风尊者让他不要冲动，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救活萧炎。药老小心翼翼地探查萧炎体内的情况，好在萧炎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一些。摘心老鬼那一掌本该断绝萧炎所有的生机，但萧炎的体质极强，不仅生生的扛住了那一掌，一火也护住了他的心脉，再加上萧炎前不久吞噬了号称不死之火的3000焰炎火，只要3000焰炎火不灭，他体内的伤势就会被修复。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给萧炎找一处星辰之力旺盛的地方，加速3000焰炎火的修复。风尊者闻言笑着让大家一起去星陨阁。星陨阁建立的地方本就是一块天外陨石，哪怕经历了无数岁月，其中的星辰之力依旧凝而不散，非常适合让萧炎疗伤。风尊者很担心，就算这次萧炎救回了一条命，但这么重的伤肯定会对他日后的修炼造成影响。这一点药老一点也不担心，萧炎现在的身体已经破得不得了，正好是破而后立最好的机会。这一次若是能将他当年服用的阴阳玄龙丹的药力完全激活，萧炎说不定能因祸得福，突破到斗尊。有3000焰炎火和阴阳玄龙丹在，萧炎这一次就是想死都难。星陨阁坐落在中州南域的天心山脉中，在四方阁中，星陨阁的弟子是最少的，也是最神秘的。星陨阁所在之地是一处由陨石心力构建而成的空间，并且因为是纯天然而成的，这里的隐蔽性极高，即便是斗尊强者从此飞过也是难以察觉。星陨阁当初是药老和风尊者创立的，只是药老这个阁主不爱管事，所以一直是风尊者在打理。风尊者让穆青鸾将小医仙和紫妍等人安顿好，他则背着萧炎和药老直奔后山的石塔。这个石塔是那块天外陨石的心力汇聚之点。萧炎刚被风尊者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台上，一股浓郁的星芒便源源不断地汇聚进他的身体，紫褐色的火焰升起，化为一团火罩，将萧炎的身体尽数遮掩。有了足够的星辰之力支持，只需要静心等待萧炎的伤势痊愈。在将萧炎处理好的第二天，风尊者便召集了星陨阁所有的弟子，宣布药老这个阁主回归之事。经过这些年发生的事，药老也明白，一个人的力量除非强悍到顶点，否则一个人和一个势力相比终究是吃亏的。更何况萧炎日后势必会和魂殿对上，作为他的老师，药老也不得不为萧炎提前做好打算。见到药老不再找借口推辞，风尊者心中也松了一口气。他和药老是真正的生死之交，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苦苦的寻找药老，根本就不在乎一个阁主之位。更何况他很清楚药老不擅长管理的事，到后面怕是还得他来头痛这些琐事。因为担心魂殿的报复打扰到萧炎疗伤，风尊者和药老一致决定先闭守山门，一切等萧炎苏醒过来再说。萧炎还没醒，小医仙等人自然也是选择留在这里。他疗伤的时间太长，这中间风尊者极力邀请小医仙等人做星陨阁的客卿长老，有萧炎在，小医仙自然不会拒绝。而天火尊者想着自己反正也无处可去，便也同意了风尊者的邀请。紫妍出于好玩，不仅自己同意了，还胁迫熊战一起做长老。此时远在斗气大陆西北地域的加玛帝国中，美杜莎靠窗而立，一脸担心地望着窗外的月亮。已经过去5、6年了，萧炎答应了自己会回来，却至今毫无音讯。一道稚嫩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喊着娘亲。听到这个声音，美杜莎的脸上立马浮现笑容，看向身后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是萧炎和美杜莎的孩子，她的长相极为精致，肩膀上盘旋着一条七彩吞天蟒，整个人凌空虚踏，睁着一双大眼睛，分外调皮地看向美杜莎。星陨阁的石台上，小医仙看着紧闭双眼的萧炎，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萧炎的伤势早就痊愈了，但却还是昏迷不醒。小医仙低声说，即使是为了薰儿以及彩铃肚子中的孩子，你也不能就这样一睡不醒啊。这句话说完，萧炎的手指突然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一股浩瀚的星辰之力自萧炎体内弥漫而出。小医仙的脸上浮现一抹惊喜，萧炎终于要醒了。笼罩在萧炎身体上的紫褐色火焰突然膨胀，在小医仙退出石塔后，膨胀的紫褐色火焰凝聚成了一头巨大的火龙。巨龙成型后，仰天发出一道龙吟，
一道庞大的星辰光柱穿透空间屏障，落在巨龙的身体上，爆发出一阵璀璨的光芒。光芒散去，星陨阁众人睁开眼，看到一道身影浮现在巨龙的额头处，一股浩瀚的属于斗尊强者的气息从他的体内弥漫而出，而这个人正是萧炎。天空上的风尊者和药老激动地看向巨龙额头处的萧炎，药老十分欣慰，萧炎这一次若非是借助天外陨石和阴阳玄龙丹之力，想要突破斗尊，起码还得再要2年的时间。萧炎感受了一下体内属于斗尊的力量，他有信心再碰上摘心老鬼可以将之击杀。风尊者和药老上前查看萧炎的情况，萧炎见到笑眯眯的药老，眼睛不由自主地开始泛红。他的一身本事都是药老亲力所受，能有今天，药老功不可没。萧炎迫不及待地说自己已经融合了3种异火，可以为药老炼制躯体了。但药老落入魂殿手中后，损失了不少本源魂气，在炼制躯体前，必须要先把损失的本源魂气补足，不然就算是得到了身体，实力也是毫无进展。本源魂气就是灵魂本源之力，魂殿抓捕灵魂就是想要将他们的本源魂气抽出来，这种魂气是灵魂的命根，魂气有损将会对灵魂产生极为巨大的伤害，而且魂气乃是灵魂的根本，很难受外力改变。不过魂因果和玲珑天之这2种奇物都有修复魂气的神效，但在萧炎昏迷的这1年中，风尊者派出了无数星陨阁的强者，都没有找到这2者的消息。就在萧炎咬牙切齿怒骂魂殿的时候，一旁星陨阁的长老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远古遗迹中似乎传出过魂因果的风声，这个远古遗迹是最近才出世在中州南域边缘的10万大山中。10万大山处于兽域之内，那里是魔兽家族的天下，这次遗迹的主人又是一名斗圣级别的强者，其中的宝贝足以让人为之疯狂。焚诀便是当年风尊者和药老在一处远古遗迹中带出来的，这次的远古遗迹已经吸引了不少大陆的势力和强者，想要从那里拿出宝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本风尊者并不打算去争夺什么，但现在那里有魂因果的下落，这一趟势在必得。魂因果关系着药老能否彻底的恢复巅峰实力，萧炎自然要去争上一争。风尊者要坐镇星陨阁，这次前往远古遗迹的领头人就是萧炎这个少阁主。风尊者让他将穆青鸾也带上，穆青鸾的家族也在兽域，到时候说不定能帮上一些忙。为了保险起见，萧炎将小医仙、天火尊者和紫妍以及熊战也都带上了。紫妍一路上都在抱怨兽域没什么好玩的，去那里干嘛？萧炎用药丸哄好他后，目光就转向一旁的穆青鸾，让他介绍一下兽域的势力分布。兽域聚集了斗气大陆上近70%的魔兽家族，其中包括魔兽界的3大族群：天妖皇族、九幽地冥蟒和太虚古龙。天妖皇族强者如云，即使现在萧炎已经晋升斗尊了，但穆青鸾还是建议他最好在进入兽域之前想办法解决掉身上的妖皇血晶。九幽地冥蟒族是兽域中附属族群最多的，他们的数量也是3大族群中最庞大的，但数量大的同时，他们的血脉也越来越不精纯。至于太虚古龙一族，因为太过神秘，穆青鸾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这一次的远古遗迹就在兽域的骸骨山脉，那里属于九幽地冥蟒族的领地范围。如今的兽域因为远古遗迹的出世十分骚动，萧炎一路往骸骨山脉去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目的地一样的强者，他忍不住皱起眉头，这些强者和一些大势力都是被传闻中的天阶斗技吸引来的。萧炎不打算淌这个浑水，决定到时候拿到魂因果就走。到达骸骨山脉后，穆青鸾捏碎联系星陨阁长老的古玉，星陨阁驻守在这里打探情况的胡长老很快就赶了过来。见胡长老像是刚与人交过手的样子，穆青鸾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胡长老和另一位齐长老奉命前来探亲情事，他们找了一处离远古遗迹不远的山峰作为驻守之地，但他们刚想搭建营地，却遇上了风雷阁的人。风雷阁为首的是雷尊者，他们直接将星陨阁的人撵了出去，还将齐长老给打伤了。萧炎见到受伤的齐长老后，才知道打伤他的竟然是他的老冤家费天。萧炎给了一枚丹药，让齐长老疗伤，便带着星陨阁的人前去砸场子。如今的风雷阁因为和天妖皇族的关系，行事越发的嚣张，这次更是直接扇了星陨阁一个耳光。萧炎现在既然是星陨阁的少阁主，自然要维护星陨阁。他带着一大群人声势浩荡地踏上原本属于星陨阁的营地。
此时的雷尊者正在帐篷里招待客人，其他几名阁主在外警戒，发现有人打上来，费天和以前一样想拿出风雷阁来压人。话还没说完，萧炎带着人缓缓从山下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见到萧炎那张记忆深刻的脸，费天的脸色立马变得十分难看。萧炎当年让他丢尽了颜面，再见到他，费天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见到萧炎身后星陨阁的人，费天脸色狰狞的让身旁另外2位阁主将萧炎交给他，他要让萧炎把当年的债好生的还上一还。只是可惜放大化的费天被萧炎随手一掌就给制住了。萧炎一边笑着说，雷尊者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也不怕弱了你风雷阁的名头，一边屈指一弹将费天的胸膛直接往下陷了半寸，他的身形也跟炮弹般直接砸在了营帐中，整个营帐直接爆裂成无数块碎布。雷尊者手中拎着重伤的费天怒斥萧炎好大的胆，虽然他的嘴上放着狠话，但心里却十分震惊。他没想到萧炎竟然在短短2-3年的时间内突飞猛进，达到了斗尊的级别。雷尊者让萧炎最好是快离开，看在风尊者的面子上，他可以不跟萧炎这个小辈计较。萧炎点亮嘴炮的技能，嘲讽风雷阁在这么多人面前肆意对星陨阁的人出手，难道也是因为风尊者的面子？雷尊者被萧炎接二连三的话气得笑了起来，不打算再和萧炎费嘴皮子，他倒要看看以萧炎这刚刚进入斗尊的实力，今日有什么资格取回星陨阁的营地。看到萧炎释放出他的紫褐色火焰，雷尊者身上也闪烁着无数的银色雷光。就在2人剑拔弩张的时候，雷尊者身旁身着虎纹衣袍的老者开口说，今日皆是误会，星陨阁的长老是被费天出手误伤的，如今费天也被萧炎重伤，两相抵消，他希望萧炎能看在他大地虎族以及银月狼族的份上就此罢手。有人给台阶下，雷尊者立马开口，正准备不要脸的说不与萧炎计较，萧炎就手掌轻挥，身后星陨阁的弟子立刻让出一条通往山脚的路。萧炎嘴上说着，既然这位老先生这般说了，雷尊者请吧。萧炎的话让雷尊者和他身旁的人脸色一沉，虎族的老者让萧炎不要将事情做得那么绝。萧炎反问他，风雷阁在众目睽睽之下毁星陨阁的名声，难道还想让他萧炎脸上带着这一巴掌回星陨阁不成？面对气势突然变得咄咄逼人的萧炎，虎袍老者面色冰冷地说，这里是兽域，不是你萧炎能够撒野的地方。另外一名银发老者让萧炎立刻离开这里，否则会让萧炎这个小辈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说完，2股浩瀚的气息从他们2人体内暴涌而出，3名斗尊强者恐怖的威压对着萧炎一行人而去。萧炎缓缓吐出一口气，再度踏出2步，手指指着山脚的方向，低沉的声音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边响起，最后一次，从这里滚下去，或者躺着下去。萧炎的声音落下后，他的身后3股恐怖的气息瞬间强行震散雷尊者3人的能量威压。在4名斗尊的气息反扑下，雷尊者3人脸色一变，往后退了2步。停下脚步后，雷尊者一脸震惊地看向小医仙和天火尊者，他们俩的实力都在3星斗尊巅峰，丝毫不比雷尊者弱。雷尊者脸色阴沉地盯着萧炎，咬牙切齿地说，好小子，早知今日，当年就该出手将你斩杀。萧炎微微一笑，完全不理会他这种马后炮的话。雷尊者强行忍住心头的怒火，他很清楚，按照如今的局势，萧炎一行人完全有实力将他们扔下山峰。天妖皇族的强者还没来，现在只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雷尊者带着身后垂头丧气的风雷阁弟子下山，经过萧炎身旁时，他脚步一顿，让萧炎不要高兴得太早，今天的场子他迟早会找回来。萧炎只笑着回了他随时恭候4个字，望着犹如丧家之犬一般撤退的风雷阁弟子，星陨阁的弟子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他们看向萧炎的目光中也多了些许尊崇和敬畏。从胡长老这里，萧炎知道远古遗迹藏在空间封印中，因为这个封印有限制的功效，目前还没有斗尊强者进去过。好在这个封印顶多再有几天的时间就会消散，到时候他们和等候在这里的强者就都可以进去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多多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多多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